Hello， 各位觀眾，我係飛俠，歡迎嚟到今集嘅新能源特輯啊！今日講嘅主角，大家應該係唔會陌生噶啦，寧德時代啊！呢間中國電池巨頭啊，唔單止佔據咗全球嘅30%嘅份額，仲為呢個寶馬啦、Tesla 啦、Toyota 啦、Volkswagen 啦呢啲大廠咧供貨嘅喎。最近咧，寧德咧就準備喺香港2次上市啊，集資額咧據聞咧就去到50億美元嘅喎，有機會咧成為自2021年快手之後嘅最大嘅中價 IPO 喎。所以市場嘅關注度咧都非常之高㗎。我哋今日咧就會由公司背景啦、最新嘅電池技術啦、全球擴張啦，到最早嘅財務數據，詳細同大家拆解啊呢個寧德啊點解可以成為全球電池嘅霸主啊，以及佢未來嘅走勢會點樣。Let's go！寧德時代成立於2011年，源自 ATL Amperex Technology Limited 消費電子電池業務嘅分拆嘅公司。始創人曾毓群咧喺新能源領域投入咗大量嘅研發資金，短短幾年間就將寧德時代發展成為電動車電池市場嘅領航者啦。而家寧德時代準備喺香港進行2次上市啊，市場估計可能募資高達50億美元，亦都成為咗自2021年快手之後最大宗嘅 IPO。點解揀香港呢？有3個原因啦，吸引國際資金啦，香港國際金融地位都仲可以幫助去揾歐美同日本嘅投資者嘅。至於海外擴張啦，德國、匈牙利、西班牙都要起廠，就需要大量嘅資本投入。最後自然就係提升品牌形象啦。登陸香港就可以提升寧德時代喺全球資本市場嘅知名度啦，同時亦都方便之後再進行跨境合作噶啦。而今次嘅2次上市消息亦都令到港股市場情緒轉強啦。恒指今年去到而家都升咗10%，亦都吸引咗唔少對新能源產業有興趣嘅國際投資者噶。寧德時代嘅核心競爭力，我哋就嚟睇下佢幾個王牌產品。M3P 電池呢款電池能量密度比傳統 LFP 提高咗15%，應用就會用喺 Tesla Model 3嘅改款車型啦，將續航由346英里提升到380英里㗎。第二款神行 LFP 電池，充電速度0至80%只係需要10分鐘嘅啫喎，哇10分鐘咪好似煲個公仔麵多少少就已經搞掂嘅咯喎。咁佢嘅特色就係低溫適應能力強啦，咁冬季嘅衰減就更加低。第三款麒麟電池，佢擁有技術 CTP Cell to Pack 3.0， 令到呢個空間利用率更高喎。至於續航方面可以突破1000公里啊，已經用喺呢個寶馬 i7 啦、極氪009啦呢啲高端車型噶啦。去到第二代鈉離子電池啦，能量密度可以達到200W per kg 喎。預計2025年開始向部分車企提供測試喎，大概應該會喺2027年左右就會大規模商業化噶啦。從高端續航啦、快速充電啦，同埋平價嘅鈉離子電池咧，寧德電池企圖喺每一個電池嘅價格段都取得佢嘅話語權嘅喎。正因為佢不斷革新嘅技術啦，所以佢一路保持住全球領先嘅地位㗎。寧德時代全球化嘅佈局都非常之積極㗎。喺歐洲方面嘅目標係非常之清晰，就係靠近每一家歐洲嘅車廠，盡量減少運輸嘅距離，同埋減低關稅嘅成本㗎。德國嘅 Thuringia 工廠喺2022年就啟動量產啦，主要供應寶馬、Benz 啊。匈牙利嘅 Debrecen 工廠預計2025年投產，投資大概42億美元啦，產能可以達到50個 GW。福士、奧迪可能會成為主要客戶啦。西班牙工廠就會計劃喺2026年正式投產啦，會為歐洲版嘅標緻啦、雪鐵龍啦同埋快爾呢啲牌子提供電池。而2次上市籌集到嘅資金應該都會用於擴建歐洲多個生產線上面嘅。同時寧德時代嘅市場地位相當強勁啊！全球3分1電動車電池都嚟自寧德時代噶。2023年電池出貨量超過比亞迪2倍，全球平均每3部新能源車就有1部就用寧德時代嘅電池。據路透社同埋 SNE Research 估計寧德時代目前全球 EV 電池裝機量大概34%，排第2同第3位嘅 LG Energy Solution 同比亞迪都想追噶。不過寧德時代喺歐洲一口氣投資咁多間廠，亦都顯示佢要牢牢咁樣抓住歐洲市場份額。比亞迪呢啲企業就應該會展開激烈嘅搶地盤戰㗎啦。各位觀眾，等我哋都睇下寧德時代嘅最新股價同埋財務數據啊！截至目前公司市值大約係1.19萬億人民幣嘅，股息收益率大概係1.2%，而家目前市盈率大概係24倍，每股收益大概係3.57蚊人民幣，而家股價大概就喺273蚊左右，換算為港幣就係292蚊到啦。營收方面啦，2024年寧德時代大約做咗3560億至3660億人民幣生意嘅。
比起2023年嘅4010億係跌咗8至11% 左右。跌嘅原因咧，主要係電池原材料價格咧由高位回落啦，呢個寧德時代相應咧就降低咗電池單價。雖然出貨量就增長咗，但係單價下降咧，令整體營收量減少一啲。但係去到淨利潤方面咧，就反而上升啦，預計咧就可以達到490億至530億人民幣，比起2023年增長11至20%。關鍵就係毛利率提升啦，原材料下降速度比售價更加快啊。而寧德時代新產品附加值亦都高，整體利潤咧表現亮麗啦。要知道咧，同業好多電池公司毛利率咧大概都係20% 左右，而寧德時代能夠做到25%，背後既有規模優勢啦、技術領先啦，亦都有良好嘅成本控制。再嚟睇睇現金流方面啦，2024年上半年咧，寧德時代現金儲備咧大概係2550億人民幣左右嘅，經營現金流咧超過447億，呢筆錢都可以放喺歐洲工廠同埋研發上面，亦都代表公司咧可以應對原材料啦同埋市場突發嘅風險。公司毛利率近年都穩步提升啦，由2023年20就上升到上年嘅25。除咗技術領先帶嚟嘅議價能力，規模化生產亦都壓低成本，而且寧德時代現金流相對充裕啊，能夠支撐佢喺歐洲擴廠同埋持續研發投入嘅，都可以認為應對市場波動提供一定嘅安全緩衝㗎。總括嚟講啊，寧德時代咧喺2024年嘅整體收入咧，因為原材料價格嘅波動咧，所以有所回落。不過個淨利潤咧同毛利率咧一路可以保持住增長，所以證明佢喺技術上同規模上嘅優勢咧都仲係持續領先嘅。二次上市都可以為佢帶嚟一個龐大嘅資金，繼續喺歐洲嗰方面擴張，鞏固係喺電池界方面龍頭嘅地位。至於港股 IPO 方面啊，今年咧應該就會開始回暖一啲㗎啦。今年預計 IPO 嘅集資額咧可能都會比100億更加多㗎。雖然咧同疫情前嘅300億咧都仲有距離，但係咧已經比之前嗰2年好好多㗎啦。相信咧好似寧德呢啲咁大規模嘅 IPO 咧，會進一步刺激港股喺新能源板塊嘅氣氛㗎。未來幾年啦，電動車嘅市場應該會持續升溫啦。LG、比亞迪啊、Panasonic 呢啲公司咧都唔會讓步嘅。寧德咧會唔會繼續可以保持住佢嘅第一個地位呢？咁就咧要睇翻佢嘅技術研發啦、成本管控啦，同埋全球佈局嗰方面咧，究竟可唔可以繼續保持住優勢咯？如果大家對今集嘅內容有咩睇法咧，都歡迎喺下面咧留翻你嘅意見啦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翻我哋 channel， 唔好忘記撳鈴鈴，咁就唔會錯過你下期精彩嘅內容噶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